宋朝为什么以步兵为主，而不大力发展骑兵呢？第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条件养马。宋朝有个天然的劣势，那就是适合养马的地方不在宋朝手里。当时最适合养马的几个地方都在北方，而北方的燕云16州已经在之前被石敬瑭卖给契丹了。这不仅使得中原地区几乎无险可守，更是损失了一大批天然马场，这是一个重要原因。不论是蒙古草原还是西域大漠，这些出产良马的地方一直都不在宋朝的控制范围。也就是说，宋代是极具缺乏良马的，没有良马，那就无法培养出合格的骑兵了。这就好比像云南、四川也有马，但是穿马颠马体型小，利于负重爬山，不适合成为骑兵的坐骑。整个宋朝为了这个问题也做了各种尝试，最出名的莫过于王安石变法中的宝马法。不过这些都没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。而到了南宋的时候，长江以南就更没有养马的地方了，同时南方水陆交错，统治也不需要骑兵，发挥不出骑兵的威力。第二个原因呢，就是宋朝错误的马政。宋朝的马政主要分为牧马和市马。简单的说，牧马就是国营企业养马，而市马呢，就是官督商办或者官督民办的。这样的马政自然会造成宋朝不但战马数量不足，而且战马的素质也达不到要求。第三个原因就是重文轻武政策的影响。鉴于唐朝中后期以来武将能量过大，藩镇割据导致了唐帝国分崩离析的局面。赵匡胤对症下药，以杯酒释兵权，解决了诸多开国武将的兵权，这也从客观上避免了狡兔死走狗烹的杀戮。而后宋太祖开始通过科举制度不断提升文官集团地位，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了文官集团的后来居上，为宋朝的重文轻武大环境奠定了坚实基础，也为宋朝的灾难埋下了祸根。另外，宋朝的士兵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农耕，农民天生对马匹都不熟悉，要培养一个合格的骑兵，不管是马匹的饲养还是士兵的培养，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。这对于重文轻武的宋朝来说，基本就是没有可能性的事情。北宋养马先天条件不足，推行宝马法又没落实明白，后来又有不断的党政都忘了要培育战马的事情了，所以北宋的战马没能培养起来，是多方面的原因。统治者的决策要负最大的责任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